今天我要学习武林圣地，谁也别想跑掉！我叫黄雪梅，江湖人都称我为六指琴魔，说我琴声一响就要人命，简直就是杀人不眨眼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这把天魔琴背后藏着我16年的血和泪。在16年前，我还是个普通姑娘，有个可爱的弟弟，还有疼爱我的爹娘。直到那天傍晚，一个满身是血的人敲响了我家的门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原来他是我爹的师弟，这次过来是想把天龙门的宝物天魔琴交给我爹保管。我爹早已退出江湖，何况现在有了我们娘仨，他不想再掺和江湖纷争，于是婉拒了他师弟。天龙门只剩下我和你了，如果连你也不肯保住这把琴，天龙门就会在江湖上绝迹了。看着苦苦哀求的师弟，爹爹陷入了两难。就在这时，我拿走了桌上的掌门令。爹，我也要做武林盟主。没想到这句话说完，门外就传来喊杀声，一群武林高手把我们家团团围住。快把天魔琴交出来，不然就杀了你们！快交出来！原来他们都是冲着天魔琴来。父亲深知今天已经难逃此劫，本想把天魔琴交给他们保个平安，不料一道边影闪过，师叔当场毙命。爹爹见情况不对，被迫抚琴迎敌，琴声一起，那人被吓退了3丈。不过为了天魔琴，依旧有很多人冲进我家。不要逼我！琴音滑落间，血肉横飞，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天魔琴的威力。房东，不要再杀人了！就在父亲分心的刹那，一个黑衣人从屋顶扑下，刀光一闪，我爹的右手被齐腕斩断，鲜血喷涌而出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。我爹强忍剧痛，把琴扔给我娘，让我们快逃。他则留下断后。不料我们刚爬上马车，一个使鞭子的女人就把我弟弟卷走。我娘本想去救我弟弟，奈何追兵已到眼前，她只好带着我驾车逃命。此时父亲也及时突围了出来。就这样，我们在前面跑，他们在后面追。我这时根本不懂，为了一把琴能让他们这样对待我家。此时一支暗箭射中了娘亲，爹爹带我弃车逃命。没跑几步，他就决定留下断后，让我带着天魔琴逃命。快走，保护天魔琴！快走，快走！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远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原来那竟是最后一眼的感觉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爹被烈火和贺青花打下悬崖，而我抱着天魔琴也被他们追到绝路。把琴交出来！我就杀了你！看着他们贪婪而丑陋的嘴脸，步步紧逼，我脚一滑，落下了万丈深渊。不过我命不该绝，我活了下来。从那天起，我心里就只剩下一个念头，就是为家人报仇。于是在这16年间，我躲在山里苦练武功，不停地对着天魔琴演练天龙八音，脑子浮现的都是仇人的面孔：烈火宫的烈火老祖，点苍派的韩迅，武夷山的六指先生和独手罗刹贺青花，还有那个伪君子东方白。如今的武林盟主都是害我全家的主谋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16年后，我神功大成，准备用这些人祭我父母在天之灵，但这些人现在都是武林名宿，且身处各地，不易寻找。于是我想了个计策，决定用天魔琴做诱饵，引他们出来自相残杀。打听到飞虎镖局的总镖头李腾空今日正好要金盆洗手，席间聚集了武林各大镖局。我知道机会来了，命仆人前去脱镖。我家主人想脱镖，哪个有胆子接？酬金2万两。一听酬金如此多，开始有很多人心动。不过这些人都是乌合之众，我真正想脱的是吕腾空。他确实是个老江湖，光听酬金就知道这镖不好压。本想拒绝，奈何年少气盛的儿子吕林接下了这趟镖。揭开红布的瞬间，6个指印自然显现在众人面前。里面什么东西啊？天魔琴啊！没想到天魔琴如此威慑人心，顿时大家就吓得做鸟兽散。吕林还以为自己接了个大镖，忙着跟老爹炫耀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皇帝的人头都能接，这趟镖绝不能接。为什么？轻则有血供之灾，重则家破人亡啊！没那么严重吧？僵的还是老的啦。吕林终究年轻，他不知道就他这一接，他们飞虎镖局再无安宁日子可过了。果然，天魔琴现世的消息一传开，我的仇人们都坐不住了。他们相聚在鬼宫密谋，准备抢夺天魔琴。先是韩迅儿子带人来劫镖，不过吕家父子不愧有天下第1镖的名声，武力值还是不错的。那些喽啰3两下就被他们打退了。不要杀我呀！识相，你马上滚！2、3。我也趁机截杀了韩平。另一边，吕林却遇到了贺青花。
毕竟是江湖老油条，几招下来，吕玲就不是对手，天魔琴也被他抢走。小子，有本事上来拿！快把琴还给我！你上啊！见情况不对，我当即出手把他打退，帮吕玲抢回天魔琴。最可笑的还是烈火老祖，居然让女徒弟谭月华假扮店小二来接近吕玲，准备伺机盗取天魔琴。可惜吕玲这小子还算机灵，没多久就发现谭月华的身份，当即就把他吊了起来，准备小惩大戒。放我下来呀！喂，臭男人！把你手绑起来！那么信任你，居然敢偷我东西！要不看你是女的，我就宰了你！就在他要离去时，突然鬼生的2个儿子寻了过来，看见吊着的谭月华，好似老鼠见了大米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准备伺机凌辱一般。吕玲听到谭月华的喊叫声，迅速折返回来，打退2人。光天化日之下挑衅良家妇女，关你屁事啊！你是怎么搞的？这么久才回来？吕玲虽有时年少轻狂，但武力值还是靠谱的，没几下就把2个小鬼制服。在2人一番求饶之后，吕玲还是心软，放了他们。不料就在吕玲给谭月华松绑时，2人竟从后面偷袭，打伤了吕玲。天魔琴！就在他们准备抱着天魔琴跑路时，我当即出现，重伤1人，又击毙掉另1人。此时谭月华本想趁混乱拿走天魔琴，奈何看着受伤的吕玲，于心不忍，还是把她带走了。我看着这一幕，略感欣慰。另一边，鬼圣得知儿子没有拿到天魔琴，大发雷霆。你4个儿子算什么？最主要是得到天魔琴，我一定要得到天魔琴。果然，坏人都是没有底线的。亲生儿子竟不如一把琴重要，真是可笑。吕玲中了2人阴风掌，属实伤得不轻。谭月华耗尽大半功力也没能把他救醒，不得已我只能出现，为他吃下1颗丹药，保住他性命。不料医治时，我发现他脸上有颗痣，位置竟和我失散的弟弟一模一样。我想再看看他胸口有没有胎记，却被谭月华打断了。你看什么看啊？男人看男人，你是不是变态啊？那一刻，我心里又惊又疑。惊的是，难道我弟弟还活着？疑的是，为什么他现在成了吕腾空的儿子？待吕玲好转后，他就和父亲会合，终于把镖送到韩迅手上。这自然是我的手笔，我早就在途中调了包，还在盒子上留下6指手印，嫁祸给6指先生。果然，为了查明真相，所有人都陆续赶往武夷山。当他们看到6指先生的尸体时，当即争吵起来。这时韩迅趁吕腾空不备，出刀砍伤了他。韩迅，喂，为什么要这样暗算他？其他高手见状，更是以为天魔琴就在韩迅手上，纷纷质问他。此时我深知时机已到，我踩着天魔琴现身。你为什么闯进武夷山？到底是什么人？看着这些仇人，我16年的仇恨一下子涌上心头，情深起落，仿佛每一个音符都寄托着我的仇恨。韩迅首当其冲，被我琴音震得粉碎。东方白想推顶偷袭，也被我轻易碾碎。就在这时，吕玲赶到了，她看见重伤濒死的吕腾空，以为是我杀的，拔刀就要跟我拼命。就在我要出手的瞬间，突然看见他胸口的胎记，这胎记和小时候的弟弟一模一样，他真的是我弟弟。为了弟弟，我当即收手，暂时放过这些仇人。在我走后，谭月华赶来告诉了吕玲真相。我觉得你有点误会，刚才我亲眼看见韩迅暗算你爹，他已经罪有应得，你不要再去惹那个女魔头了。可得知真相的吕玲还是认为是我间接害死了他爹。后面几天，吕玲因为父亲的去世一直借酒消愁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出现与他相认。你究竟是谁？我是你姐姐啊。可他根本不信，还拔刀相向。我拿出他小时候最爱的草蚱蜢，准备勾起他的记忆，但他已经不记得了。不知道你在这说什么？放手啊！你魔头，你快放手！我掰断了他的刀，也把他带倒在地。我准备去扶他，却被他趁机砍伤。看着他仇恨的眼神，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疼。我深知今天再说下去毫无意义，只能先行离去。魔头！你傻了，你师傅都打。师傅，你又来迟了。幸好后来他师父迟来和尚在他清醒后告诉了他身世真相，才化解了对我的误会。不料这时鬼圣带人来抢琴，奈何他太过高估自己，即便我没有天魔琴在手，也不是他们轻易能对付的。没几下，我就把他手下的喽啰斩杀殆尽。此时他抢到天魔琴，竟想用它对付我。天魔琴在我的手里，看谁敢跟我斗！不料
瞬间被琴音反噬重伤。他根本不知道，不懂琴谱是不能弹奏天魔琴的。其实是你天分低，显功天。我当即奏起天魔琴，准备灭杀他，不过被他趁机跑了。我正准备追时，吕玲赶来叫住了我。她终于叫我姐姐了，我俩也真正的姐弟相认。今天你杀了他们，他们的后代还会来杀你的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他要琴，你就给他吗？不过我这个弟弟还是太天真，他深信这个江湖有公义可讲，还想让我交出天魔琴，我们姐弟俩一同退隐江湖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个江湖没有他想象那么简单，人心难测，唯有天魔琴在手，我才能保住我们两个人。后来弟弟吕林花钱铸好了宝刀，竟一个人去找武林盟主东方白，以为他会是个讲道理的人，妄想找他说和，让江湖不要再追杀我们。如果他把琴交出来，你是不是可以放我？告诉你，琴我固然要拿，人我也一定要杀。东方白一席话终于点醒了他，可这时东方白杀心已起，竟想要杀我弟弟。他武功奇高，又是江湖老油条，我弟弟自然不是对手。还好我及时赶到，姐弟联手，最终用天魔琴杀了他。另一边，烈火老祖、色青花、鬼圣三人竟还想垂死挣扎，打算召集天下武林人士共同对付我。叫大家来的目的是要齐心协力铲除天魔琴。如果谁杀了女魔头，谁就是武林盟主。大家同不同意？同意，同意。我自然不会让他们如愿，不用他们来找我，我黄雪梅自己来了。你们是不是想消灭天魔琴？今日新仇旧恨一起算。我双手一挥，把大门关闭。顿时在场之人人心惶惶。鬼圣不愧是老江湖，竟淡定自若，安抚众人，还煽动这些武林人士对我发起攻击。此刻我不再留手，既然你们愿意充当走狗，那就是我的敌人。16年的仇恨化作天魔琴音，似千万把利刃把他们瞬间击毙。霎时血肉横飞，仿佛天际都要被染红一般。在解决完这群马前卒后，鬼圣运起鬼伞向我袭来，被我当即粉碎。一动手！鬼圣被我重伤，艰难起身。你已经中了8阴穿心，8步之内就会粉身碎骨。你死到临头还吹牛！我现在走100步给你看看。有时候话说得太满，不如脚下一步关乎性命。他根本不敢赌，他犹豫了很久，不过最终头铁还是踩下去。解决完鬼圣后，我发现老烈火和青花不见了踪影。我知这二人诡计多端，所以不敢掉以轻心。果然，两人抄起场中石盘向我攻来，我当即用天魔琴音震碎石盘。不料二人竟还有武魂柔合技，阴阳雷电鼓。同样是音波对轰，对面还是两人合力。我虽击碎雷电鼓，但还是被鼓声音波重伤。看他原地大伤，我们一起轰他！快上！轰！就在这时，弟弟吕林及时赶到，以凌厉刀法打退两人。弟弟本想用天魔琴对付他俩，无奈没有学过天龙八音，被反噬击飞。两人想趁机夺琴，我硬撑伤势，再次用天魔琴重伤二人。不要乱动，我们中了天魔琴的夺命天弦了，你千万不要用功啊，否则一定会死的。贺青花不信邪，结果没飞半里地就灰飞烟灭，剩下重伤的老烈火。我弟弟本想了结他，却被赶来的谭月华阻止。弟弟看他也是背人，一时心软，就放了他。姐姐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姐姐，你醒一醒啊！姐姐，弟弟准备带我离开时，却被谭月华的哭声吸引。他回头一看，原来老烈火因重伤已经去世。果然，因果循环，人终要为自己的错事承担责任。在我们离开后，弟弟的师傅终于赶到。阿离，阿离，为什么我每次都来迟啊？慈来和尚不愧名如其人，回回迟到。大仇得报后，我的伤势也已痊愈。我带着天魔琴回到当年跳崖的地方，同一个地方却有了不同的感受。如今琴声不再是为了杀人，而是祭奠和回忆我的父母。与此同时，弟弟也继承了飞虎镖局，秉持他义父吕腾空的遗愿，继续行侠仗义，把飞虎镖局重新做回了天下第一镖。我们虽然走了不同的路，但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心中的正义。现在的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解脱不是忘记仇恨，而是在复仇之后找回那个被仇恨淹没的自己，重新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。